夜幕降临，哄睡女儿后，我终于能松口气。拿起手机，漫无目的地刷着抖音，一个街头时尚直播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。我坐直身子定睛细看，可主播已经切换了镜头角度，心脏砰砰直跳，握着手机的手心渐渐冒出冷汗。我核对了时间，确认这是同城正在进行的直播。我立刻退出抖音，给丈夫马修、莫非打去视频电话。他本该在坎塔出差3天，可我刚刚在直播里看到他抱着另一个女人。电话响了很久，他才接起。马修的镜头微微晃动，帅气的脸庞出现在屏幕上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嗨，亲爱的，你在哪儿？”我急切地问，目光扫过他那边的背景，看起来像是餐厅走廊。他穿着白衬衫，系着领带，但直播里那个身影穿的是灰色风衣。在跟客户吃晚饭呢，出来接你电话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艾娃睡了吗？他一连串问道。你在坎塔吗？我避开他的问题，再次追问。当然在啊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他透过镜头认真地看着我，满脸疑惑。哦，没什么。我心不在焉地嘟囔着，又问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快了，这边事情一忙完就回。想我了？马修深情地对我笑，满眼宠溺，我尽量早点回来。不早了，你早点睡，好吗？我还有事要忙，拜拜。他给我飞了个吻，随即挂断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有些发愣，又懊恼自己疑神疑鬼。马修那么优秀帅气，对我又体贴入微，虽说我们刚认识时他一穷二白。他出身普通家庭，还有个体弱多病的妹妹，可在众多追求者中，我还是因为他的长相选择了他。毕业后，我用父母的房子做抵押，和他一起创办了一家供应链公司，始终陪伴在他身边。马修负责采购，我则不知疲倦地对接客户，好几次都差点胃出血。好在公司渐渐步入正轨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怀孕后，我决定退居幕后，把公司交给丈夫打理，自己专心带孩子，操持家务。女儿艾娃已经4岁了，我们一家3口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，惹得旁人羡慕不已。马修一直为我们没有举办婚礼而愧疚，承诺会好好补偿我，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这样的丈夫怎么可能出轨呢？我抿了抿嘴笑了笑，心想一定是电视剧看多了，才会产生这种荒唐的想法。可躺在床上，我还是忍不住想起抖音直播里那个一闪而过的身影。或许是太想马修了吧。而且那件风衣看着很眼熟，正是我出差前给他熨好的那件，也就是说，直播里的男人穿的是同一件。这让我心里泛起一丝疑惑。第二天，马修提前回了家，给艾娃带了好多好吃的。他亲昵地抱着我们母女俩，气氛温馨极了。我开开心心地冲进厨房，做了好几道他爱吃的菜作为奖励。吃饭时，马修瞥了我一眼，随口说，这儿油烟味好重，你去洗个澡吧。我淡定地闻了闻，得意地笑，这是美食的香味呀，你不喜欢吗？他笑着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然后夹了口菜喂到我嘴里，又给艾娃也喂了一块。好了，我的小宝贝们，咱们吃饭。晚饭后，我很快哄睡了艾娃，自己也洗了澡，悄悄凑到马修身边，调情似的问，现在还闻得到油烟味吗？马修笑了笑，亲昵地捏了捏我，可想死你了，亲爱的。没等我回应，他就一把将我拉向床边，而且他今天似乎格外热情。结束后，我笑着看着他高大的身影走进浴室，正准备收拾一下，床头柜上他的手机突然亮了，弹出一条 WhatsApp 消息。我瞥了一眼，瞬间僵住了。我正想拿起手机看看是谁发来的，马修突然急匆匆地走进房间，一把夺过手机。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屏幕，又转头看向我。是梅尔发来的。怎么了？怕我看到什么吗？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心里隐隐有些不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那条消息只有4个字，他发现了。仅仅4个字，却足以说明问题，对方在害怕我发现什么。
语气里还带着一丝暧昧。我紧盯着马修，直觉告诉我，事情不简单，之前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马修随意地笑了笑，把手机扔回床头柜，然后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吻了吻我的嘴唇。你想多了，不是关于你的事，是我妹妹梅尔，她又想骗妈妈的钱，让我帮她打掩护呢。梅尔是马修的妹妹梅兰妮，莫非？她从小体弱多病，家里人都把她宠成了小公主，性子也骄纵得很。都20好几的人了，却一点正事都不干，不上学不工作，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四处旅游，还骗妈妈的钱。她不知道妈妈的钱都是哪儿来的吗？我有些生气地说。马修笑了笑，弯腰把我抱起来，一边往浴室走，一边轻轻咬着我的耳垂。是，都是你的钱。谁让我娶了这么能干又通情达理的好老婆呢？听着他的甜言蜜语，我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。这些年，我对他的家人向来大方，因为我相信家和万事兴，待人以诚才能收获真心。浴室里的温存冲淡了我的疑虑和不满，躺在马修怀里，我感到既幸福又满足。当晚，我又提起了买学区房的事，这是我最近最伤心的事。我们结婚后一直住在这套只有50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里，面积我倒不在乎，可我不想让艾娃输在起跑线上。她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可附近根本没有好学校。这些年我们也攒够了买房的钱，可马修总说不急。他想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里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段，这样以后就不用频繁搬家了。这次我再次提起，他没有反驳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好，我会留意合适的房源，到时候带你去看，你来做决定。他的回应让我很开心，带着对漂亮大房子的憧憬，我甜甜的睡着了。第二天送艾娃去幼儿园后，我突然接到闺蜜欧文娜的电话，说想约我在老地方见面。我自然立刻答应，打车赶往约定地点。我和欧文娜关系好得像亲姐妹，无话不谈，可她很少主动约我，毕竟她是媒体公司的艺人经纪人，平时忙得脚不沾地。走进我们常去的那家甜品店，我看到她坐在角落里，正对着笔记本电脑噼里啪啦地打字。清晨的阳光洒在她身上，显得格外恬静美丽。看到我过来，她朝我挥了挥手。我坐下后，打趣地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闲？一大早约我出来？”欧文娜白了我一眼，就不能是关心你吗？哈哈，当然能。我端起她给我点好的咖啡喝了一口，不过平时不都是你忙得团团转，我闲得发慌吗？哼，还好意思说。现在就知道被马修宠着。跟你说，别太安逸了，容易变傻。欧文娜眼神认真地看着我，不知为何，她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看着她，随口问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话里有话啊。她低下头，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，似乎在掩饰什么。没什么，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沉吟片刻，她抬起头看着我：“前天我看到马修了。”前天？在哪儿看到的？我心里一紧，连忙追问。欧文娜察觉到我的反应，反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到底在哪儿看到他的？”我没心思跟他打趣，继续追问。可就在这时，欧文娜的手机响了。她看了一眼屏幕，示意我安静，然后靠在椅背上接起电话。说了没几句，她突然坐直身子，瞥了我一眼，急促地说：“什么？”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他立刻合上笔记本电脑，塞进包里。我有急事要先走了，咱们改天再约。等等，我还有一肚子问题想问，可他根本没理我，转身就走了。他说前天看到了马修，可前天他应该在坎塔出差才对。他是在坎塔出差时看到的吗？还是说……我默默地缩在座位上，心里又无助又恐慌。抖音直播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，可我又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马修。他是在骗我吗？他根本就没去坎塔。他真的出轨了？我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，思绪混乱不堪。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我却忍不住瑟瑟发抖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马修真的出轨了，
我该怎么办？艾娃怎么办？一整天我都魂不守舍，竟然忘了去接艾娃放学。还好马修今天回来的早，看到我没去接孩子，他没有责怪，只是赶紧安慰了我几句，就匆匆赶往幼儿园。他走后，我强打精神起身做饭。没等马修带着女儿回来，梅兰妮竟然先找上门了。她有我们家的钥匙，向来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随便。虽然我不喜欢她这样，可马修一直纵容她。看到我在厨房，他放下包走过来，靠在门框上问：“你在做饭啊？我哥呢？”我一边洗菜一边回答：“他去接艾娃了。”都这么晚了才去接？梅兰妮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。她向来骄纵蛮横，仿佛自己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她对我这个嫂子的态度也时好时坏，不过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。毕竟她是马修的妹妹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只能接受。家里有鱿鱼吗？我想吃炸鱿鱼圈。她随口问道。我指了指冰箱，你自己看看吧，你哥大概买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艾娃稚嫩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我回来啦！你今天怎么忘了去接我啊？”她跑到我身边，歪着小脑袋看着我。我心里满是愧疚，笑着用湿漉漉的手捏了捏她的小鼻子。妈妈太忙了，下次一定不会忘了我的宝贝。马修提着女儿的小书包走进来，宠溺地看着我们。另一边，梅兰妮走到门口，跟他打招呼：“马特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马修放下东西，脱下外套，走进厨房，从身后抱住我，下一秒就解下我的围裙系在自己身上。“亲爱的，你去陪艾娃玩吧，这里交给我。”梅兰妮盯着哥哥，语气带着一丝调侃：“我哥真是个好丈夫，我以后也要找个像他这样的。”马修皱了皱眉：“别在厨房捣乱，出去等着吃饭。”“我不嘛，我要帮你。”梅兰妮调皮地说着，挤进厨房。我也想体验一下贤内助的感觉。听着她的话，我心里一阵无语，只觉得她厚脸皮。一个整天游手好闲、无所事事的人，还好意思说想找个像马修这样的丈夫？谁娶了他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本来心情就不好，看到梅兰妮就更烦了。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还整天缠着哥哥。我知道他肯定又是来讨好马修，想借钱了。莫非家早年家境不好，马修的父母到处打零工，梅兰妮又经常生病需要照顾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马修也一直很心疼这个妹妹。可自从我的公司步入正轨后，马修和他家人的生活才彻底改善。说白了，是我和马修一起撑起了这个家，尤其是养着梅兰妮这个寄生虫。他要钱的时候总是理直气壮，仿佛我们欠他的一样。明明是个寄生虫，却活得心安理得，逍遥自在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我拉着女儿的手走出厨房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是欧文娜打来的。